相爱10年，结婚8年，人人都说顾望川爱妻如命，可以眼睛都不眨的为我去死。可没人知道，早在结婚第3年，他就背叛了我。小三耀武扬威发来消息，比起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黄脸婆，我才更适合站在川哥身边。下面还有一张顾望川沉睡的侧脸。我第一次回复他：好，现在他归你了。第2天，我去医院打掉顾望川心心念念好多年的孩子，踏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妇科门诊外，我激动地拿着怀孕5周的报告单，准备打电话给顾望川。从结婚起，他就心心念念盼望着这个小生命的出现。如今心愿总算可以成真，他没准一扫在外人面前的金贵冷静，甚至有可能开心到原地蹦起来。想到那个场景，我忍不住露出个甜蜜微笑。可才打开通讯录，余光就扫到一道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是顾望川。他怎么会在医院？还是在妇科？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要以为他已经从平时的蛛丝马迹中知道我怀孕的事实，所以才暗中跟来医院，想给我个惊喜。哇！脱口而出的喊声消弭于我亲眼看到另一个女人兴奋地扑进他怀中，两人仿若一对甜蜜眷侣般相拥而立。曾经说会一辈子爱我如命，如果失去我，他就也活不下去的顾望川，此时怀抱着另一个女人，脸上挂着跟面对我时别无二致的宠溺与浓情蜜意。那个女人亲密倚在他胸口，脸上带着满足与喜悦。她说：望川，我怀孕了，这是属于我们的孩子。霎时间天旋地转，我全身血液似乎都被冻结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家。再回过神时，我已经将自己塞进了卧室的被子里，可纵使盖着厚厚的被子，却依旧不能抵挡从体内散发出的阵阵寒意。此时我满心满眼只有一个疑惑：顾望川究竟是什么时候出轨的？不知道是不是感知到我心情的起伏，肚子里那个甚至还未成型的孩子忽然闹腾了起来，孕吐来的突然又猛烈。我捂着嘴冲进厕所，抱着马桶吐了个昏天黑地，生理性的眼泪爬满脸颊，模糊了我的视线。忽然卧室门被打开了，焦急的脚步声传来，几秒后顾望川跑了进来。抒情，他急切地搂住我，脸上惊惶的神色不似作伪。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来，我带你去医院。说着他就要打横将我抱起，可他越惊慌失措，之前在医院看的那一幕就越鲜明。我猛地拼尽全力推开他，将还光着脚的自己蜷缩进卫生间的角落。抒情，顾望川张着双臂正在原地望向我的目光被心疼沾满，真实到我几乎要以为医院发生的一切只是我怀孕之后情绪波动太大导致的幻觉。合上眼睛阻止眼泪流出，刚被酸水光顾过的喉咙让我的声音变得格外沙哑。不用看医生，我就是吃坏了肚子，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说完，我抚着身后冰冷的瓷砖墙面，缓缓起身，避开他伸过来想扶我的手，踉跄着走出卫生间，重新将自己塞回到床上，背对他躺好，瓮声道：我累了，想睡一会儿。顾望川似乎想要过来
却被我身上传递出的浓重的拒绝拦下了脚步。半晌，我听到他说：“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去书房处理一些工作。”我没再回应他。片刻，脚步声再次传来，随着轻微的声响，顾望川离开了卧室。凌晨3点，我从噩梦中惊醒时，顾望川正沉沉睡着。再睡不着了，我轻手轻脚下了床，走到他的床头柜旁，拿起了他的手机，深深看了眼顾望川沉睡时比白天看起来柔和许多的脸。我掌心微微发颤着，拿着手机离开了卧室。半夜的别墅一片死寂，我径直走进书房，坐下后才按亮了他的手机屏幕。屏保是我们的结婚照，可当初曾说过一辈子都不会设计开屏密码的顾望川，如今却有了密码。怀揣着最后一丝奢望，我输入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不对，我又输入了他的生日，还是不对。我忍不住啃舐起指甲，每当我焦虑时，都会下意识这样做。再是最后一次，我呢喃着，如果依旧不对，那我就决定放弃了。最终，我试着输入了自己的生日，密码正确。然后，我看到了被他设为主页面壁纸的我的照片。这一刻，我真的恍惚了。难道我真的错怪了顾望川？白天在医院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跟他长得像的人，而我则因为怀孕精神不济，所以才会误以为那是他。无论脑袋里冒出怎么样的念头，我最终还是没忍住点开了屏幕上那个端端正正的绿色小方块。第一个置顶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相爱多年，我们一直都是彼此通讯录中唯一的一个置顶。如今我依旧如此，顾望川却已经变了。在我下面是另一个被他置顶的联系人，对方的昵称叫等待。联系前因后果，不难猜出对方取这样一个昵称的真正原因。点开聊天框，首先引入眼帘的就是被设为聊天背景的两人脸贴脸的亲密合照。照片中搂着女人的顾望川笑得那样明媚。我呼吸一滞，握着手机的手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我到底是有多蠢，才让他连对话框都懒得删除？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我这才将视线落到另一个主角脸上。单从照片也看得出来，那是一个跟我截然相反的女人，长相明艳夺目，只从疏朗灿烂的笑容中就能看出，她的性格一定也是热烈奔放的。也是，既然做出这种事，顾望川哪还会再找跟我相似的女人？网上翻了不知道多久，我终于找到他们添加联系方式的日期，是我们的第3个结婚纪念日。女人的说话方式跟我想象的相差无几，主动加上顾望川微信，又主动跟他打招呼。打从一开始，女人的意图就十分明确。顾总好，我是这次合作项目的负责人，我叫裴直欢，熟悉的朋友都叫我欢欢，希望将来也有能听到顾总这样称呼我的一天。刚加上微信一段时间了，除了必要的工作联系，顾望川几乎不会回复对方任何消息。但裴直欢并不因此失望，反而日复一日地发来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有时还会发几张他拍到的有趣照片或者表情包，又或者发一些总结自己一天所见所闻的长篇大论。对方遣词造句非常生动幽默，他还会跟顾望川抱怨自己的工作。哇，那个糟老头子真是坏得很，居然还想占我便宜。幸亏我聪明又机警，这才没让他得逞。
快夸夸我。JPG， 公司团建又要我们喝酒，都要喝吐了，委屈。JPG， 这个破班真是一天都上不下去了。老板上司不做人，就知道压榨我这只卑微牛马。流泪猫猫。JPG， 除了大量的文字和表情包，他偶尔还会假装发错似的给顾望川发来自拍照，其中大部分还算正常，但也夹杂着就连我看了都会觉得性感的吊带睡裙照片。起初顾望川还会不胜其扰地回复他：裴小姐，我已经结婚了。我却再清楚不过，如果顾望川真的不喜欢对方，绝对会像过去每次被骚扰那样，果断将对方删除拉黑，无论对方究竟是什么身份。可这次，除了一句我已经结婚了，顾望川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于是渐渐的，对方发来的消息愈发暧昧。终于，经过半年你来我往的暧昧期后，裴直欢向顾望川表白了，画风一如既往热烈大胆。顾望川，我知道你结婚了，但我是真的喜欢你。我今晚会在摄宇酒店的1905号房间等你，你不来我就会一直等下去。我会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无关世俗。他表白的日期正是我的生日，而那一天也是自我和顾望川相爱以后，他第一次在陪我过生日时中途离席。更可笑的是，这家酒店甚至是顾望川以我名字命名，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当年的婚礼上，在数百名宾客的见证下，他掷地有声说出对我的承诺。我终于有幸将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与你共享。抒情，今生今世，来生来世，生生世世，我都要合在一起。你就是我生命的另一半，我将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言犹在耳，却早已物是人非。那时顾望川是怎么向我解释的？他说：对不起抒情，公司临时出了一些状况，需要我亲自出面解决。抱歉，不能陪你吃晚餐了。虽然心中失落，但我也不是分不清轻重缓急的人，当即便放他离开了，甚至没发现那是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心虚和愧疚，像是要证明两人已经发生过实质性的关系。表白消息的第二天，裴直欢对顾望川的称呼就发生了变化，说话比之前也更加露骨。川哥，对我昨晚的表现还满意吗？人家的腰都要被你折腾断了。这次顾望川的消息几乎算是秒回。小妖精，要不是你那么辣，我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一句堪称调戏的话之后，他紧接着又体贴道：我已经替你请过假了，今天就先在酒店好好休息，我忙完工作再来看来你。看到这里，我又想起来，那年生日之后，顾望川借口说要去外地出差，走了整整1周才回来。那时的我对他深信不疑，哪怕他回家时身上还带着若有似无的陌生香水味，都没有怀疑过他会背叛我。如今看来，我还真是蠢到可笑。掌心抚上胸口心脏的位置，针扎似的剧痛中，从眼中夺眶而出的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人在心痛到一定程度时，会真的无法呼吸，自虐似的将他们的聊天记录一翻到底。我这才知道，原来过去5年间，每次顾望川说公司有急事要处理，或是要出差，10之7、8都是去陪那个女人了。他甚至光明正大把对方安排进了公司，让对方成为了他的生活助理。正如裴直欢所希望的那样，跟对方谈起了一场隐秘
又盛大的恋爱。一想到从那时起，他每天白天都要跟对方极尽缠绵，晚上回到家后却依旧是那个完美丈夫，胃部瞬间涌起强烈的不适。但我强忍下想要呕吐的欲望，耗费整整1个小时，将他们的聊天记录全部录成视频，才退出微信，带着顾望川的手机回到了卧室。直到重新躺进被子里，听着耳边顾望川平稳的呼吸，心脏的位置才开始绵延不断地传来针扎式的刺痛。原以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原来只有我一个人当了真。漆黑的夜色中，我双手紧攥成拳，直至指甲深深刺进掌心，留下一道道月牙形的血痕。太痛了，我泪如雨下，却紧咬着唇瓣，将所有能会吵醒顾望川的声音全部咽下。起码此时此刻，我半点想和他对话的欲望都没有。可他还是醒了。抒情。顾望川忽然醒来，像是感知到什么一样，强硬地扳着我的肩膀，迫使我面对他。看到我的满脸泪痕，顾望川猛地坐起身，带着倦意的沙哑嗓音焦灼地响起：“抒情，你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好不好？”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小心翼翼地拂过我不停打颤的脊背。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太忙，疏忽了你，所以让你难过了？对不起，对不起，再有1周，这个项目就结束了。我发誓，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在家陪你的，谁来找都不理，好不好？他的语气那样卑微，甚至搂着我的手臂都在微微颤抖。我知道他是在真的担心我。那如果找他的人是裴直欢呢？他还能做到发誓的这样，对那个女人也不理不睬呢？我想问，却最终也没能真正问出口。挣出他的怀抱，我乘着泪的眼睛一眨不眨望住他，让情绪尽量平稳地说道：“我做了个噩梦，梦到你爱上别人了，梦里你好爱那个人，为了他一次次骗我，最后还跟我……不会的。”话没说完，顾望川倏地将我紧紧抱住，倚在顾望川胸口。我闭上眼，听着他鼓点似的急促心跳。他搂着我的手臂还在颤抖。不会的，抒情，他带着鼻音跟我说，我不会爱别人，更不会为了别人骗你。抒情，我只爱你，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他一遍遍重复着最后那句话，不知道是在骗我，还是在骗他自己。好了，我推开他，若无其事的笑笑，都说了只是噩梦，别怕。我装作无事发生，想继续睡觉。顾望川却固执地握住我的胳膊，好似察觉到了什么一样，执拗地不断向我强调：抒情，我发誓，我这辈子到死都会只爱你一个人，如果骗你，就让不得好死。他说的那样坚定又激烈，眼中带着决绝的猩红颜色。我再次被他揽进怀里，他那样用力，好似恨不能将我揉进他的骨血。别相信梦里那个我，别离开我，抒情，你不能离开我。如果失去你，我绝对会伤心到死掉的。我相信他此时此刻说的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但正因如此，现在他说的这些话反而更加令人作呕。他究竟是怎么做到，在这样真切地爱着我的情况下，又能坦然地跟另一个女人滚到床上？可我真的太累了，已经没有丝毫跟他分辨的力气。下颚枕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我刚想开口安抚他几句，那台才放回床头柜没多久的手机忽然响了，来电显示只有1个字：呸。前一秒还信誓旦旦的顾望川，回头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
身体陡然僵住了，僵持不到2秒，顾望川终究还是松开了揽着我的手臂，紧跟着他拿起了手机。抒情，他将手机屏幕倒扣，还不忘安抚我：梦都是反的，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如果不是这通他舍不得挂断的电话，这句话或许会更有可信度一些，但我实在太累，随口应了一声，就放他去接电话了。而他甚至都等不及离开卧室，就接起了电话。川哥，尽管已经隔了段距离，我还是清晰无误听到了女人撒娇的声音。顾望川离开的脚步陡然一停，大概是心虚到需要停下脚步观察我的反应。我甚至感受到他递来的探寻视线。我背对他躺着，呼吸平稳，身体一动不动，装作已经睡着的模样。过分安静的空间里，响起顾望川松了口气的声响。下一秒，他边继续往外走，边语调严厉地说道：说过多少次，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话没说完，他已经走出卧室，关上了房门。我满心麻木地躺在床上，眼泪一行行顺着眼眶滑落，最近进入枕头，阴湿了一片不料。没过多久，顾望川回来了。他没上床，而是径直走到我这边，半蹲着将我摇醒。抒情，他压低声音，刚要继续再说什么，呼吸却猛地一滞，可能是看到了我没来记得擦去的泪痕。半晌，顾望川缓缓吐出一口气，继续道：公司临时有些急事要我去处理，你乖乖睡觉，我明天带你最喜欢的点心回来。我半睁着眼睛望住他，哪怕已经失望痛心至极，过去浓烈诚挚的爱意却依旧驱使着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于是我问他：可以不去吗？空气再次陷入沉默。抒情，顾望川轻轻拂过我被冷汗浸湿的头发。事情太急了，如果我不及时……好，不想继续听他漏洞百出的谎话，我出声打断了他：是我不懂事了，你快去吧。顾望川嘴角弯起温柔的弧度，而后像之前每次出门前俯身过来想吻我一下，但在这没吻落下前，我忽然翻身背对向他，将脸半掩在被子里，瓮声瓮气道：不是很急吗？快去吧，别耽误了正事。顾望川久久凝望着我的枕骨，久到我几乎要以为他会留下来，可最后他还是走了，只在走前留下一句：好好休息，我会尽快赶回来的。次日醒来时，卧室厚厚的遮光帘已经紧密地合在一起，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才发现已经是下午。掀开被子下了床，用力拉开遮光帘，午后暖人的阳光洋洋洒洒落了下来。院子里的停车位上依旧空空荡荡，勾了下唇角，我转身走出卧室。太太，管家张叔很快迎了上来，或许是我的脸色实在算不上健康，他眼中浮起明晃晃的担忧。需要我联系私人医生吗？您看上去不太好。我摇摇头，拒绝了他的提议。在对方不赞同的目光中，我问道：望川有说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吗？我已经做好决断，等他回来就会向他提出离婚。3个人的婚姻太过拥挤，我愿意让出位置成全他们。管家脸上的为难一闪而过。先生刚打来电话，说他要去出差，可能得走1周到半个月。我不由自主皱了下眉，居然要这么久吗？太太，先生电话里还嘱咐我，说从昨天起您的身体就好像不太舒服，让我务必劝您及时就医。不用了，
我再次拒绝道，扫了眼欲言又止的管家，我转头扫视一眼这幢又大又空的房子。张叔，我哑声道，家里好像越来越空了。像是察觉到什么，管家踟蹰着没有开口。我看向他，忽然萌生出他其实什么都知道的直觉，于是继续道，忘川之前有带过别人回家吧？虽然是问句，却用了陈述的语气。张叔瞳孔微颤，嘴巴开开合合半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只心虚地低下了头，忍不住自嘲地笑笑。连张叔都知道的事情，我却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太太，犹豫良久，张叔还是忍不住劝道，无论先生带了什么人回来，您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您不必为了那些狂风浪蝶烦心，先生绝不会把那些当一回事的。我久久凝视张叔，他能说出这种话我并不意外。对他来说，这个家真正的主人一直以来有且只有顾望川一个。至于我这个太太，恐怕一直都被他们当作需要攀附顾望川而活的菟丝花。打发走了张叔，我漫无目的地逡巡在这座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回想起刚搬进来时顾望川所说的话，抒情，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里。他抱着我，目光那样深情，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那时的我们那样相爱，我也以为什么都无法将我们分开，可到头来，自嘲地摇摇头。我抬手抚过墙角立着的那株先前一直被打理得生机勃勃，今天却莫名露出枯萎之象的红豆杉。这株红豆杉是当初顾望川为了他的名字而买来的。他总说，此物最相思，只要看到它，我的抒情能知道我有多爱你。可以说，这株红豆杉是除了顾望川和我之外，全家最被珍重对待的东西。现在，我们的爱情枯萎了，这株红豆杉也即将走到它生命的尽头。这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看遍了这座房子的每一个角落。在此期间，我也曾试着给顾望川打电话，想催他早些回来，可他的手机始终处在关机状态。这样也好，我打不通，别人自然也打不通，这反倒给了我快刀斩乱麻的机会。顾望川离开的第二天，我叫来了搬家公司，当着管家和其他佣人的面，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太太，管家急得冷汗直流，他拦在大门口直跺脚：“您不能走啊！先生回来如果见不到您，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平静望向他，对峙片刻，将一个 U 盘放进他手心，把这个交给他，他就不会为难你们了。说完，我拨开挡在门口的身体，示意家政人员继续行动。趁家政人员忙碌的空档，我进入顾望川的书房，将所有被他保存在电脑里的属于我们的照片和视频全部删除。真正3个 T 的内容，从删除到清空回收站，耗费了近5个小时的时间。解决完电脑里的东西，我刚要离开书房，余光瞟到角落里的保险柜，依稀记得当初顾望川买这台保险柜时，为的就是保存与我有关的东西。保险起见，我又打开了保险柜。正如顾望川所说，厚重的柜子里没放任何与钱财有关的东西，几乎所有藏品都与我相关。确认恋爱关系后的第1张合照，我们互相给对方做的第1顿饭的照片，他曾写给我的99封情书，我送给他的第1份生日礼物，我为数不多的几张童年照，他一笔一画亲手写下的，记载着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恋爱日记。
我第一次过敏就医的诊断报告，我答应他求婚时的合照，我们的婚纱照，以及被制成录像带的婚礼视频，每一样物品都能让我瞬间想起我和顾望川曾有过的那样相爱且付诸全心信任的岁月。可是为什么呀？我喃喃自语着，你明明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背叛我？望着这些珍藏，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大颗大颗的眼泪落在深棕色地板上，没多久就汇聚成2汪小小的水洼。最终，我将保险柜里的东西，除了那些情书外，全部拿出来，耐心地将所有合照中的顾望川全部撕下，将其余全部属于我的东西一一装进编织袋，带出了书房。收拾完全部东西，请家政人员在外面稍等后，我拎了个编织袋返回去，一寸一寸将房子从里到外检查了一遍，看到之前疏漏的东西，立马塞进袋子，直至确认这座房子里再没有任何与我有关的东西，才拎着袋子准备离开。太太，张叔和佣人们拦在门口，个个脸上都挂着焦灼的表情。太太，您不能走啊，先生离不开您，您如果真走了，先生会疯掉的呀。我不跟他们争辩，只说，那你现在给顾望川打电话，如果他亲口说不让我走，我就留下来。张叔立刻去掏手机，拨号时手还在不住的颤抖。拨出电话，张叔瞬间点开功放，听到听筒中传来的嘟嘟声，我不免有些讶异，顾望川居然开机了。不等我担心搬家会中到崩组，电话被接起来了。张叔急急喊道：“先生，他是张叔啊！”没给张叔把话说完的机会，接电话的人就开了口：“是裴直欢。”对方语调慵懒，声音中带着几分激情过后的沙哑。他低低笑了声，然后我听到从听筒中传出来的稍显遥远的属于顾望川的声音，哪怕很模糊，依旧听得出来那就是他。裴直欢转述顾望川的话：“张叔，川哥说了，他再陪我待几天就要回去了，要是没什么要命事的话，就别给他打电话了。”委实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张叔瞠目结舌地望了望我，又看向还处在通话中的手机，而后破釜沉舟似的再次开口：“先生，是太。”可裴直欢仍然没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只不耐烦道：“哎呀，川哥都说了，家里有什么事都你来决定就好，怎么还要啰啰嗦嗦？你到底听不听得懂川哥的话了？饶是我已经跟顾望川结婚8年，对待年纪跟父母差不多的张叔，都没有这样如此颐指气使地跟他说过话。不止张叔，这幢别墅里的所有佣人，我对他们都很礼貌。看来顾望川是真的很喜欢裴直欢，这才宠得他与人相处时没了教养。捧着手机的张叔一脸难看，想要再说什么，可嘴唇异动许久，都只能发出呼哧呼哧的粗喘声。裴直欢不耐烦地追问：“到底还有事没事？”我猜现在顾望川应该就在他旁边，不然按照他跟张叔说话的这个态度，恐怕早就挂断电话了。看在朝夕相处几年，他们对我也还算恭敬的份上，扫了眼气到脸色发青的张叔，我到底还是没忍心开了口：“是裴小姐吗？”只短短一句问，就让听筒两端同时陡然陷入一片死寂。我恍若未觉，继续道：“劳你转告顾望川，我今天就会从这个房子搬出去，以后你们可以尽情来往，不必再顾及我的存在。”听筒那面忽然传来片刻响动，
书弟一声尖叫后，顾望川急促的声音传来：“抒情，你说什么？抒情，抒情！我马上就回去，你等等我，你再等等我，我这就订回国的机票。你别走，抒情，我不能失去你。抒情，你相信我，我跟他什么都没有，你信我，我只爱你。抒情，我从始至终真的只爱你一个。顾望川。”我平静地叫了声顾望川的名字，他立刻安静下来，甚至连呼吸都变轻了。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要骗我？他呼吸抖得不像样，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再说不出来。需要我把你跟他发过的消息，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重复一遍吗？不是的，抒情，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没想过什么？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吗？可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吗？顾望川，离婚协议我已经放在你书房了，放心，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等你回来签完字，我们直接去民政局领证就好。不要！顾望川声嘶力竭地吼着：“抒情，不离婚，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错了。我真的错的，求你了，原谅我这一次吧。我真的只是猪油蒙了心，求求你，抒情，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能失去你，真的不能。”他喊得颠三倒四，声音中还带着哭腔与卑微的祈求。如果换作之前，我也许早就心疼到无以复加，无论他说什么都会立刻答应。可现在，我垂眸，双眼麻木地望住自己的脚尖，一个接一个问题砸在他脸上。我已经过给你机会了。你走前的那个晚上，我问过你可不可以不去，你还记得是怎么回答我的吗？还有这几年，每次我生日，每次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都会借口公司有事中途急匆匆离开，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能安安稳稳吃一顿饭是多久之前了吗？最后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对他说：“顾望川，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可你不能因为我爱你，就这么欺负我。”没有，抒情。顾望川迫不及待地开口道：“我没有。对不起，抒情，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了，但你相信我，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抒情，你知道的，我真的不能失去你，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会疯会死的。求你了，抒情，别走，你等我，我现在就往回赶，你再等等我好不好？到时候不管你要骂要打还是要罚，只要不离婚，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喊叫着，一遍遍陈述着他对我的深情。我爱你，抒情，我真的爱你，也只爱你一个。对不起，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好不好？我发誓，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做出任何背叛你、伤害你的事情。抒情，我发誓。你原谅我，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他急不可耐地向我表忠心，身旁的裴直欢却不消停。川哥，你都答应要给我和孩子一个名分，你不能说还不算话呀。我怀的可是你的唯一一个孩子，你说过你是爱他。裴直欢话音未落，听筒中骤然传来一记响亮的耳光。静默片刻，裴直欢又哭又喊的声音再次响起：“川哥，你居然打我！我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你怎么能打我？”对呀，我差点都要忘记，裴直欢这会儿正怀着孕呢。也不怪顾望川那晚会走得那么急，懒得继续听这出闹剧。我打断听筒那边的争吵，
蓦然对顾望川说：“离婚吧，顾望川，现在的你让我觉得恶心。从国外飞回来，就算是亚洲国家，最少也得2-3个小时，更别说顾望川向来钟情那些欧洲小国，所以哪怕他的动作再快，回国最早都得明天了。尤其是还有一个裴直欢在他身边阻碍他。”说完最后那句话，我就干脆利落挂了电话。张叔凄凄爱爱望向我，想必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挽留我的话了。果然，端详我许久后，张叔只沉沉叹了口气，就让挡在大门口的佣人让开了路。走出大门，张叔沙哑苍老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语气那样愧疚：“对不起，太太。”他说：“是先生和我们对不起您。”我没出声，也没回头，只大步流星走向停在不远处的搬家公司的车。就像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原谅顾望川，哪怕我刚刚替他解了围，也同样无法对这些身为帮凶的人说出原谅2个字。坐上搬家公司的车，最后看了眼这幢曾载满我美好回忆，如今却只剩痛苦的房子。我示意司机师傅开车离开。从今往后，我将和这些人桥归桥，路归路，再不会相见了。我搬回了爸妈生前居住的房子，所幸当初因为想留个念想，没听顾望川的话，把房子卖掉，否则我现在恐怕真要流落街头了。不过这里也只会是我暂时的一个落脚点。搬回来的当天，我请来家政人员清扫整理房子，自己则按照预约只身前往医院，做了无痛人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既然已经决定要跟顾望川分开，那就绝不能再留下任何一丝今后还会跟他发生纠葛的可能。在离开那幢别墅前，我还把确诊怀孕的报告单、离婚协议，还有他跟裴直欢的所有聊天记录全部打印成册摆在了一起，就当这是我送给他的最后一份大礼吧。从医院出来时，天色已经擦黑，看了眼手机，已经有近100条顾望川发来的求原谅信息，甚至还有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受他所托帮忙说和。只是那些人说话实在不中听。其实啊，抒情，这天底下就没有不偷腥的男人。要我说，按照望川现在的身份地位，他做的已经很好了。反正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不如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何必真闹到离婚这一步？望川都快急疯了，你知道吗？抒情，我看你就是阔太太当久了，才会这么身在福中不知福。望川就是在外面睡了个女人而已，哪就值得你那么跟他闹啊？劝你还是见好就收，真到覆水难收那一步，后悔的也只能是你。凡是这些以劝和为名，却又全部站在顾望川角度来教导我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我谁都没回，全部拉黑删除。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所谓的共同朋友，说到底都还是跟顾望川更亲近。也对，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顾望川如今是财经新闻都要报道的，声名赫赫的商界新贵，而我只是借着他的威风才能进入上流圈子的普通人，又怎么会有人愿意为了我得罪他？不过在拉黑删除那些人之前，我把他们说的那些话一个不落全部截图发给了顾望川。如果不是还没领离婚证，顾望川才会是我第一个拉黑的人。3天后，我接到了顾望川打来的电话，抒情。他哑声喊出我的名字，哽咽道：“不离婚好不好？”我拒绝道：“不好，顾望川，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留给你的东西了吧？”
看到了。他语速极快道：“抒情，我已经开始让人装修婴儿房了，我保证我会把这个婴儿房装修得特别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爱他，跟爱你一样。抒情，求求你，就当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好不好？”孩子已经没了，我坦诚相告，紧接着又问他：“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和裴之欢的事情的吗？”顾望川先是呼吸一滞，紧接着他又声音颤抖到几乎难以成句的小心翼翼问道：“什么时候？”我笑了声，望向窗外被秋风扫落的黄叶。在我确诊怀孕那天，我不疾不徐地将那天亲眼看到他和裴之欢相拥的场景，分毫不差地描述了出来。哪怕已经过去了很久，如今再次提起，我的心底还是止不住泛起阵阵凉意。离婚吧，顾望川，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也绝不会原谅你。听筒那头的人陷入冗长的沉默，我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不知多久，顾望川绝望而痛哭的话音才再次响起：“无论你信不信，抒情，我从来没有哪怕一分一秒想过要跟你分开。我真的爱你，我只爱你。那个孩子我也没想过让他生下来，我只想要拥有我们两个人血脉的孩子。我真的从没有想过。”顾望川说不下去了，听筒那头的他哭到泣不成声。无所谓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顾望川，我们离婚吧。”虽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中表明自己不会要顾望川一分钱，但最终他还是以如果我不要钱，就绝不会跟我领离婚证为由，将属于他的公司股份以及他名下的所有资产全部转移到了我名下。对不起，抒情，不过半个月的时间，顾望川就像是瘦了10几斤，整个人看上去既狼狈又憔悴，下巴上的胡须都没顾得上挂。我站在与他相隔不到2米的位置，视线一寸寸从他身上扫过。如今的他陌生到让我几乎要以为是第一次见面。听到他暗哑的声音，我眼神逐渐变得漠然。事到如今，没必要再说这种话了。早在你第一次背叛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我曾幻想过无数次，当我们变得白发苍苍时，一起坐在院子里悠闲安详晒太阳的场景。可惜，那个场景才不会出现了。顾望川深深望住我，好像要用视线将我一点一点镌刻在他心上。他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只不断重复着对不起3个字，好像只要说的次数够多，我就真的可以原谅他似的。终于轮到我们的排号，听到广播中响起机械的叫号声，我率先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往办理窗口走去。顾望川凄凄爱爱跟在我身后，我甚至能察觉到他的视线从始至终都落在我身上。曾经，我无数次在他偷看我时猛地回头，然后笑着冲进他怀里，向他要一个拥抱或亲吻。但是现在，我只想赶紧领完证，然后彻底消失在他视野中。劝和无果后，工作人员痛快地给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各自拿着离婚证走出民政局大厅。余光扫过去时，看到顾望川刚走出大厅，就仿佛变成一尊石像般，捧着离婚证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了。转过头去，视线落在他身上的瞬间，我看到他眼眶中掉落下一颗接一颗的眼泪，好像断了线的珠子，永远都不会有停下的那一刻。
我沉默地凝望着他，这样的顾望川，我不是没有见过。记得他上次哭成这样，还是我阑尾炎疼晕被送去医院醒来时，他是真的被吓到了，就那么不眠不休在我的病床边守了一整晚，期间还一直像涂了胶水死死攥着我的手。那时我还想，何其有幸，才能有一个人这样爱我。但时过境迁，就是这样一个爱着我的人，最终却也伤我最深。顾望川，我最后一次叫了他的名字。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该往前看，别回头。他痴痴地朝我望来，憔悴的脸上满布泪痕。凝望良久，他才踟蹰着，期望着，用哑涩的声音问出那句：“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吗？”不能，我决绝地摇头。我不会原谅你，更不会再见你。顾望川，从今往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这辈子都不必再见。望着我的顾望川，眼泪汹涌而出，他抽噎着，几乎哭到再站不住。最后看了他一眼，我攥着离婚证转身离开。处理完近期所有事务，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大假，走出去，好好看看这个被我忽略了太久的世界。离婚前，我满心满眼全是顾望川，为了他心甘情愿放弃工作，一心一意在家照顾他，做他背后的女人，以至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我配不上顾望川。可明明我也是毕业于名校，毕业后收到的第一份 offer 就来自世界500强。如果不是为了他，谁又能保证我不会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凭什么我为他放弃了那么多，最后却还要落得个被轻视、被鄙夷？就连顾望川自己都会在认为我绝不可能跟他离婚后，开始肆无忌惮地背叛欺骗我。刚在商务舱坐下，等候其他乘客登机的空档，我索性刷起手机打发时间。就在此时，我收到一条有人请求添加我为微信好友的消息，是裴直欢。几乎我点下同意的瞬间，对方就发来了一条信息：比起你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黄脸婆，我才更适合站在川哥身边。下面还有一张顾望川沉睡的侧脸，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但很显然，他确实还不知道顾望川已经离婚，甚至已经因为失去全部股份而被踢出董事会的事情，居然还在兴致勃勃地来我面前耀武扬威。难道有这个闲工夫？于是我第一次回复了他：好，现在他归你了。回完信息，恰巧响起飞机即将起飞的通知。关机前，我又给裴直欢发了一条信息：祝你们幸福。而后把这个人拉黑删除，将他彻底踢出了我的世界。机舱门缓缓合上，飞往巴黎的航班开始在跑道上滑行。短暂的失重感后，机身一跃升空，潜入云层。顾望川，我抚着心口，最后一次想起他。再见了，我曾那样真切深刻爱了整整10年的男人。愿我们此生不复相见。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